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Python 魔法解锁系列。今天是第5期，我们要解锁2个让你的类像 Python 列表一样灵活的魔法方法 getItem 和 len。想让你的 AI 数据集支持索引，像 dataset 0这样直接取样本，或者让模型参数像数组一样访问，这2个方法就是你的超级工具。尤其在 AI 开发中，它们能让代码简洁又高效。准备好了吗？点个赞，订阅频道。咱们开始探索索引和长度的魔法吧。先来认识一下 getItem 和 len 特别方法，它们能让你的类支持索引操作和长度查询，就像内置的列表或字典一样。getItem 特别方法负责实现索引操作，比如 obj key。当你写 dataset 0 Python 会调用 dataset 下划线getItem 下划线0，返回对应的数据。它的魔法在于支持各种索引方式，整数、切片，甚至字典键。在 AI 中，这对访问数据集样本或模型参数超级有用。len 特别方法更简单，它定义 len object 的行为，返回对象的长度。比如 len dataset。可以告诉你数据集有多少样本。Python 会调用 dataset 下划线len 下划线返回一个整数，一起用，它们让你的 AI 类像 Python 原生容器一样直观，就像 NumPy 数组或 PyTorch 数据集那样灵活。为什么 AI 开发需要 getItem 和 len 特别方法？想象你在写一个机器学习项目，需要从数据集取第 n 个样本，或者检查数据集大小。如果没有 getItem 特别方法 ，dataset 0会抛出 type error， 你得写一堆方法来手动访问数据，麻烦又不直观。有了 getItem 特别方法，你的数据集类可以像列表一样直接索引，代码简洁到飞起。len 特别方法也一样，默认情况下 len dataset 会报错，你得手动数样本数。在 AI 中，数据加载器、批处理都需要知道数据集大小。len 特别方法让 len dataset 1秒返回结果，省时省力。在 AI 场景中 ，getItem 特别方法用于数据集索引、特征提取 ，len 特别方法用于批处理和进度跟踪。PyTorch 的 dataset 类就靠这2个方法实现了灵活的数据加载。学好它们，你的 AI 代码也能达到框架级水准。好了，咱们动手写代码，看看怎么用 getItem 和 len 特别方法打造 AI 友好的类。先来看一个简单的数据集类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段代码，定义了一个 simple dataset 类。simple dataset 中定义了 init、getItem 和 len 3个特别方法。这里的 getItem 特别方法让dataset 0返回第1个样本，支持切片操作。len 特别方法实现了返回数据长度。len dataset 直接输出4，这就像一个迷你版的 Python 列表，超简单。现在我们来看 getItem 和 len 这2个特别方法的高级用法。这里定义了 AI dataset 类，这段代码相对更贴近 AI 开发。这个类中的 getItem 实现了支持单索引返回特征和标签对切片返回新的 AI dataset 完美适配数据加载。len 特别方法实现了返回样本数，批处理时可以直接用。我们来看下这段代码的运行情况。print dataset 0的输出结果，正确返回第1个样本的特征和标签对。print dataset 0:2的输出结果，正确返回切片后的新 AI dataset 实例。print len dataset 的输出结果，正确返回数据集大小。代码整体运行正常，符合 AI 数据集索引和切片的预期。来看这个 model programs 类，展示 getItem 支持多种索引的魔法。它模拟 AI 模型参数管理，像 PyTorch 的 state 下划线 dict 一样灵活。getItem 支持字符串件 model layer 1返回1、2，还能用整数索引 model 0按键排序拿到1、2，调试权重超方便。
我们用下划线 teeth 确保整数索引稳稳当当。len 返回参数数量 len model 输出2。无效键返回 none 越界抛出友好错误。代码简洁又专业。现在让我们看看 getItem 和 len 这两个特别方法在 AI 开发中的闪耀表现。以下是3个绝佳应用场景。第一个场景，数据集索引。在 AI 开发中，数据集索引是核心。比如加载图像和标签给 PyTorch 数据加载器。看这个 Image Dataset 类。getItem 让 Dataset 0返回图像和标签对。len 特别方法返回数据集大小。len Dataset 输出2P 处理1秒配置。没有这些方法，你得手动便利数据，太费劲。这招在 Kaggle 图像分类任务里超好用。第二个场景，模型参数访问。AI 开发中，调试模型权重是家常便饭。看这个 Neural Network 类。getItem 特别是方法让 model 0直接返回第一层权重 0.1、0.2， 像访问数组一样简单。len 特别方法返回层数 len model 输出2。模型结构一目了然。默认情况下，访问权重得写一堆代码，麻烦又容易出错。有了 getItem 和 len 这两个特别方法， PyTorch 模型调试效率更高。第三个场景，切片支持。时间序列分析在 AI 中很常见，比如预测股价或天气。看这个 Time Series Dataset 类。getItem 特别方法支持切片。TS1:3返回新的数据集2、3，完美适配数据窗口。len 特别方法返回序列长度 lenTS 输出5。P 处理超省心。没有 getItem 特别方法，切片得手写循环，太累了。这招在强化学习或金融预测中简直无敌。咱们用 getItem 和 len 两个特别方法，打造一个 AI 数据集和模型参数管理的超级案例。先看 AI Dataset 类，模拟 AI 数据加载器。getItem 特别方法支持单索引 Dataset 0返回特征和标签对1、2、0，还能切片 Dataset 0:2，返回新数据集，完美适配 PyTorch P 处理。len 输出样本数3数据管道1秒配置。再看 AI Model 类，管理模型参数像字典一样简单。getItem 特别方法让 Model Layer 1分，直接访问权重 0.1、0.2，调试模型超省心。len 特别方法返回参数数量2，模型结构一目了然。这套组合拳让数据和模型管理 Pythonic 到爆。AI 开发效率直接起飞。快去试试，写个自己的 AI 类，留言分享你的代码吧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解锁了 getItem 和 len 的超级魔法。简单总结一下， getItem 特别方法让你的 AI 类支持索引和切片，像 Python 列表一样灵活，完美适配数据集加载和模型参数访问。len 特别方法提供长度、P 处理和调试效率直接起飞。从图像数据集到时间序列分析，这些方法在 AI 开发中简直不可或缺。PyTorch 和 Kaggle 大神都在用，想再上一层楼？下一期我们会聊 iter 和 next 两个特别方法，让你的 AI 类变成可迭代神器。快来挑战，用 getItem 和 len 两个特别方法写一个 AI 数据集类，留言分享你的代码吧。喜欢这期视频，点个赞，订阅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别错过下一波 Python 魔法。评论区见，咱们下期再会。